晚上好，你们也能看出来，我现在正在收拾行李，或者说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吧。我是明天要去，就是飞韩国，早上的飞机大概晚上7点来钟到。然后这回的行程是有工作，然后有一半时间是我自己的，所以我还挺期待的。我从来没去过韩国。刚刚说是7天的行程嘛，就我每一次出去吧，都会列一个大概的单子，就把我要带的东西都写清楚。不把单子列好的话，就很容易忘东西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必要。像我还是写的挺细的，就包括我要带的衣服，然后衣服也会写大概外套，然后那个上身的、下身的，然后鞋、包，还有一些饰品什么的。像这种红的，就是画的我本来要带，然后又不带的。就是洗漱用品，分门别类的，就是写好。着急忙慌的，就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，就很容易忘东西。然后这边就是化妆品，化妆品我当然不会写，我说我具体要带哪一个，但是就是要带的东西我都会大概列出来。然后就是这样，看一下我丑丑的字。我写英文是因为也不能说习惯了吧，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写的字比较少，方便记，并不是说那个英文有多好什么的。然后就是这样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打包的吧。我平时都习惯就是把所有的东西，我都会把它分门别类的用这种防尘袋装起来，或者是像这种布包。像我从上装开始说吧，就首尔那边的那个温度，白天是挺热的，他们那儿温差好大，有的时候就是14、15度，甚至会到17、18度那种温差。所以我还是带了厚衣服，像我明天就会穿比较厚。我看明天到了韩国以后，晚上的最低温度要到8度。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。这就是一件风衣，然后是几件衬衣，一个吊带背心，我就不掏出来了，因为去那儿我会录 vlog 嘛，你们都会看到的。我带了2个墨镜吧，不能压，戳在衣服里，它就会比较安全一点。这一包其实全部都是裤子，因为活动是有那个3天不同的那个什么着装要求，我是为了那个工作准备的。不然的话，我可能不会带这么多，因为到那儿还肯定是会买东西的嘛，尤其裤子挺重、挺占地方的，也挺占重量的。但是那个我又害怕去那儿现买的话买不到合适的，所以还是自己先准备好。1、2、3、4条裤子，还有明天我要穿的一条裤子，然后还有一条裙子，上面3件 T 恤衫，我就全放在这个里面了。然后拿Eva Lambert的这个什么布包，把它整个裹起来。然后这包去那儿以后，也就等于你多带了一个包，你要背的时候还是可以背。然后放的时候就这么放好。另外的一副墨镜，其实我平时并不戴墨镜，但是我还是戴了，出去玩嘛。一副墨镜，然后还有一副眼镜，那个戴眼镜是因为我要遮我的黑眼圈。还有这一条皮带，我就只带这一条皮带。这个袋里是一条睡裤，一条比较小的浴巾，还有一个枕套。一点点洁癖，也不是很严重，但是就是因为枕套这东西你沾着脸嘛，还是稍微那个就垫一下比较好。然后这个就可以塞在中间，把它给怼住。就是打包行李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让它不要晃，这样子的话你的东西被压坏，或者尤其是那些易碎品被压坏、液体被压漏的那个可能性会比较小。洗漱用具和护肤品都在这2个袋里面。这个里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怕压的瓶子啊、罐子，很多东西我没有分装出来，我觉得也挺麻烦的。但是我都尽量选那种比较轻简的那种，或者是有的东西我买了小的包装。这个袋也是，就是大概这么多，我就不一样一样掏出来了。然后看这边，然后这边是有拉链的嘛，所以我都会把那个相对来说比较散的东西都放在这边。这是一件那个西装西服，因为这个脚比的贵，所以有个防尘袋。然后这个是那个这次要去参加的活动的那个一个箱子，他寄给我的，包括他的邀请函呀还是什么东西，我得带着。我一般那个出去都会莫名其妙想要带一些那个面膜，就这种就是敷的这种面膜，但其实我并不爱敷面膜，但就是好像是心理安慰一样的东西吧，就管它呢。这个我那个液体的用完了，小的我也没有，所以很尴尬。就这个洗那个海绵蛋的，还有就是洗刷子都可以用的这个肥皂，我只能带这个大块的，就这么大一块，这个也挺重的。但是就是说我自己用下来，我觉得这个黑的比那个白色的要好用很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觉得黑的好用，就整个用下来的感觉是这样。这2包都是化妆品，就我所有的什么粉底啊、眼影啊、什么口红、腮红什么所有的东西全都在这儿。明天早上因为在家化妆，因为是白天的飞机，我就不存在要在飞机上就是卸妆然后再化一遍的那个问题，所以我明天早上在家化好妆就上飞机，然后可能就带一个什么粉饼和什么眉笔。
万一眉毛让我蹭脱了呢？虽然说我眉毛也在，但是你蹭一半就很尴尬。还有什么口红，就大概这些东西，所有的化妆品都在这儿，这真的是非常的沉。我很想把它精简成只有一点点，因为我肯定要在这买很多东西，但是就是在准备东西上特别缺乏安全感。我就希望能把我自己能够用到的、能够预想到的所有的，会把东西准备齐。这个量其实我好像每次出去都多少要这么多。我刚刚捋了2遍还是3遍，就想把东西捋少一点，但是还是差不多。我带了几支口红，5支口红，一共就算来回那个坐飞机的时间是8天，我带了5支口红，我的苍天！这是1、2、3双鞋。其实这双高跟鞋，是因为有一天可能有拍照的那个什么，我带双这种红色的高跟鞋，但它其实唯一的作用就是拍照。我是不可能穿着它走路的，我感觉我穿着它站超过10分钟我就受不了。这是那个2双，我平时你们常见的我会穿的那种平底鞋，就是Church 的那个皮鞋，还有那个 Crockett and Jones 的那个乐福鞋，就是白的那双。这双，我平时打包行李的时候，其实会把那个袜子，因为这个鞋是我自己穿的嘛，袜子是干净的，就把那个袜子塞在那个鞋里面，你既节省了空间，然后它也不容易被压塌，就是你的鞋面。反正我这些打包的那个方法都是给我妈学的。你像这个里边，这双皮鞋里边，带了一个，就是因为我所有的衣服上都有猫毛，所以我都得带那个就是无印良品的那个卷毛的那个滚滚，那个在我那个明天背的那个包里面，因为我明天要穿黑裤子，所以我应该会不停的粘它。然后我带2个备用的，我觉得很有必要。内裤也是，我会把它用那个就是带子整个就是裹起来，也塞在鞋里边，你就不会散的到处都是。因为我觉得放在衣服那个包里也是那个很松散的，你不如就把它塞在鞋里边，其实是最合理的。然后这些其实就是来占位置的，还有确实是我必须要的，这是一个什么屈臣氏的这个湿的厕纸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让它不那么晃荡。我家里有这么多那个国内的这种纸巾啊、湿纸巾，也都是因为我爸我妈，因为他们常回国嘛，然后每次回来，行李里边就是会拿这种什么湿巾啊，还有纸巾去把那个空位都塞住，让那个行李不那么晃，然后你拿过来也能用，你不至于说塞报纸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就我每回出去不管去哪儿都会带那个消毒湿巾，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有一点点洁癖。一般你像我上飞机的话，我会把我身上我肉会碰到的地方都擦干净，还有我住酒店的话，像桌椅啊什么，我还有那个包括卫生间这些地方我都会擦一下，因为就是心里不舒服膈应，所以这些我都会带，然后明天包里也会带。还有就是一些纸巾，这种可湿水的面巾纸就可以洗脸的时候用，因为现在不是说那个你用毛巾的话会滋生很多细菌嘛。然后这个箱子就是这样。刚刚忘了说，我带了一瓶这个推荐过的这不是广告啊，就是这个喷衣服去皱的东西。因为现在不是夏天都是那个衬衣啊，还有什么T 恤衫什么的，你这么折起来的话肯定会有褶的，所以我就想说带着它，万一那个到时候那个熨斗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那熨斗到底干不干净，如果没有不是特别必要的话，我就可以拿这个喷一下。就比较尴尬的就是说这瓶挺大的，我也没有合适的分装瓶去装它，就把它整个带回去。如果到时候行李太多的话，就再说。然后这就是我的那个托运行李。我觉得那个夏天的箱子，至少我去的那个时候是不太至于会超重的。就盖起来。然后是这个小的登机箱，这个登机箱前几个月我去爱尔兰的时候你们都见过了，就没有必要细说了。就 Rimowa 这个箱子，然后我是因为很喜欢这个样子。我这俩箱子都擦过了，就是用那个消毒的东西擦过了，所以才能在地毯上这么放。包括轱辘，不然的话也是很不卫生。然后从这边说吧，这次出去只带2个包，因为不想占太多地方。然后一个明天背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Chanel 的这个什么来着，
这小包。然后我把我所有的饰品都装在这个里边了，就用一个一个的防尘袋把它分好。你像这种绳一样的，还有珍珠的，还有我的那些耳夹什么的、耳扣什么的，没有耳朵眼的人。还有这是我所有的戒指，也不是所有的吧，明天还有一点点。我是你们的灭霸嘛，对吧？不会说计划哪一天要带哪些，所以就绝大部分都装着。也不是全部，这大概就是80%。然后这些是项链，项链我也是挑了几条吧。项链它很容易缠在一起，所以你要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袋里，超过2条的话，它就容易打结。我会用，你像这样，你用纸巾把它分割开，然后把它这么卷在一起。这样的话就是也省空间，不需要一个装一个袋儿，然后也避免了它缠在一起。这个也是，这是另外的几条，就不掏出来给你们看了。这个袋子都用挺长时间的了。然后饰品我一般都会就是装在这个随身行李里边，因为到底还是相对来说会贵一点。万一那个什么的话丢了的话，贵和便宜的问题，关键是收集这么多东西没有那么容易，还是随身比较好一些。然后装在这个包里边的话，也是给它一些支撑嘛，就没那么容易被压着。这个袋里就是所有的充电器啊，就是电器相关的，像那个相机的充电器、移动硬盘，还有电脑的充电器、那个转换插座、插头，就全都在这儿。这包真的是非常沉。那天跟我妈出门，想买一个新的那个 G7 插图，因为我这不是屏幕砸裂了嘛，结果都还没货，我就只能带着这个裂了屏幕的去。我把这个 M6也带上，是因为我觉得它照相其实还是挺好的，尤其是它这个22毫米这个头，照出来相片感觉还挺不错的，所以我就把它带着。因为它到底还是有这个尺寸和那个重量优势的。我也不是专门的那个摄影博主，我要带我那大相机的话，就太离谱了，真的太沉了，而且出门的话根本就没办法。这个也是能勉强装进的，像我另外一个包，这个是可以放进去的，这个香奈儿这个是不行的。还有一件卫衣，我装随身行李是因为我害怕那个，不管是飞机上还是那个明天到了那个韩国就首尔会冷啊，就因为飞机上常常会把冷气打特别的足，我也没有预计它到底是会有多冷，就多带衣服总是没错的。这边就这些，我还带了这么一包，就拉链袋，还有那个备用的这种保鲜袋，就这种干净的小袋子，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时候要用到。我喜欢就是有备无患，包括你换下来的，比如说袜子呀什么东西，我也不一定想要在酒店里面洗，就把它分开装，然后就装在那个到时候要装脏衣服的包里边。这个是那个牙线、感冒冲剂，我家里就剩这2袋，不然的话会多带一点。我是比较习惯带这个，因为我害怕着凉。创可贴我也带，但是在这个大箱子里。我明天穿运动鞋，就穿球鞋，应该不会磨脚。然后这边就只有我的电脑，我也是拿了这个就是包装，这就到时候反正也能背，我不背我表妹也能背，就不要带那种无用的东西嘛，对吧？这个换了新电脑以后，就其实真的是感觉这大的这个 Pro 还是挺沉的，但是看着也比较爽。这边暂时就这么多东西，我如果到时候要买东西的话，就是还有这么一些空间，包括这个箱子里还有一些空间可以装，然后大概也就是这些了。因为我自由活动的时间大概也就是3天的样子，我是那种出门到第3天就开始想家的人，就是出门之前2天就不想走了，然后出门第3天就开始想家。像这种1个礼拜的行程对我来说就差不多可以了，再长我就受不了了。我刚刚说这个就是这个拖鞋，无印良品的这个便携式的拖鞋，我原来也有，然后上一次从那个哪儿回来以后，我收拾东西不知道把它收拾哪儿去了，可能在另外一个箱子里面。前天就去重新买了一双新的，这个我觉得很有用，它穿着也挺舒服的。然后在酒店上、在飞机上都可以穿。我坐飞机不会带那种就是什么靠枕，因为我觉得不舒服，就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就是能睡就睡。我一般都不是这么仰着睡，我都是杵着睡。
就是这些了。哦，好沉啊，其实。然后这个大箱子是那个新秀丽的，是哪一回我弟去美国的时候我们给他买的，因为这个箱子就是比 Remova 的那个铝合金的箱子好像只有它1半那么重吧，真的非常轻。我觉得就是说，你如果要出去远途旅行的话，你总归是不希望，因为它行李都有限重，又不是回回都坐那个商务舱、头等舱，而且就是你自己提着也费劲。箱子还是应该买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买轻便一些的。这箱子而且就是相对来说还是硬质地的嘛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抗压性的。虽然说它不是那种，它是拉链这还是软的，装实的话会好一点。然后得用那个打包袋把它捆起来。其他就没有什么缺点。这箱子大概是4公斤不到的样子，还是几公斤，反正就很轻，比这个跟这个好像差不多一样重。就没有什么了。丑是丑了一些，真的挺丑的。